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德州有一個叫做 Bryan 嘅地方，人口大約8萬人，南部就係德州農工大學，所以呢度嘅居民大部分都係學生。2008年，20歲嘅女大學生 Jenna 離奇咁喺公寓度遇害。好彩嘅係，兇手喺現場留低咗自己嘅 DNA， 並成為咗日後指證佢嘅鐵證。Jenna 生於1988年，佢為人善良、熱情開朗，好容易同大家打成一片。佢有一個從高中時期就開始拍拖嘅男朋友 Spencer。畢業之後，佢哋一齊進入咗柏林學院攻讀法律助理嘅課程，並各自喺學院附近租咗一棟公寓。為咗賺取生活費， Jenna 經常都會利用課餘嘅時間喺附近嘅餐廳兼職做侍應。2008年4月9號早晨11點半，Spencer 嚟到咗 Jenna 嘅公寓，想要拎翻佢之前留低咗嘅書。Spencer 敲咗門，但係就冇得到回應。呢個時候，佢發現大門冇上鎖，所以就直接進入咗公寓。當時佢以為 Jenna 仲喺度瞓緊覺，所以就進入咗間房，打算將佢叫醒。估唔到就喺入邊發現咗 Jenna 冰冷嘅遺體。於是佢即刻攔住咗一位鄰居，並叫鄰居幫手報警。警方到達現場之後，發現 Jenna 衣着整齊咁瞓咗喺地下，佢嘅額頭有瘀傷，旁邊嘅地氈仲有幾滴血。現場並冇被強行進入嘅跡象。Jenna 嘅銀包同埋信用卡都仲原封不動咁放咗喺手袋入邊，所以警方好快就排除咗劫殺嘅可能性。另外，公寓入邊亦都冇發現任何酒精或者係藥物，所以 Jenna 亦都唔係自殺噶。經過解剖之後，法醫證實 Jenna 係俾人用雙手捏住條頸窒息而死噶，生前並冇遭到性侵。由於現場冇被強行進入嘅跡象，所以警方懷疑可能係熟人作案，而男朋友 Spencer 自然就成為咗嫌疑人。Spencer 表示 Jenna 喺尋晚9點喺餐廳收工之後，就邀請佢過嚟公寓，佢哋喺公寓度一齊溫書，直到凌晨12點半 Spencer 先至離開。返到自己嘅屋企之後， Spencer 又打咗個電話俾 Jenna， 同佢講早唞。電話記錄顯示當時嘅時間係12點47分，之後佢就上床瞓覺啦。跟住 Jenna 嘅鄰居話俾警方知，佢哋喺案發當晚凌晨12點至2點嘅時候喺公寓樓下打緊排球，過程中佢哋見到一個赤裸住上身、睇起嚟好失落嘅男人從 Jenna 公寓嘅方向離開。其中一位鄰居認出嗰個男人就係26歲嘅 Sean， 佢係學院嘅學生，亦都係呢棟公寓嘅住客。根據 Jenna 朋友嘅講法， Sean 曾經喺停車場度對 Jenna 講咗好多低級粗俗嘅說話。唔單止係咁，佢仲經常喺自己嘅露台度對住經過嘅女仔吹口哨調戲佢哋。巧合嘅係 Sean 嘅單位就喺 Jenna 嘅斜對面，如果佢要監視 Jenna 嘅話，其實一啲都唔難。於是警方即刻揾嚟咗 Sean 問話。喺成個盤問嘅過程中， Sean 都表現得好緊張。佢否認自己同案件有關，亦都否認咗自己就係嗰個赤裸住上身嘅男人。不過因為佢當晚飲醉酒斷咗片，所以佢亦都冇辦法交代自己當晚嘅行蹤。呢個時候，警方喺 Jenna 屋企人嘅口中得知一個重要嘅線索。喺案發嘅2個月之前， Jenna 曾經同屋企人提過一件令佢感到不安嘅事。有一日早晨，當 Jenna 沖完涼出嚟嘅時候，公寓嘅雜工竟然不請自來出現喺佢嘅客廳度。當時雜工稱自己以為公寓入邊冇人，所以就直接開門入嚟。入屋之後，佢亦都冇聽到浴室有水聲，所以就開始工作。講完之後，佢就匆匆忙忙咁收拾啲嘢離開咗。之後 Jenna 向公寓嘅管理處反映咗呢件事，不過管理處就表示當日佢哋確實收到咗 Jenna 單位嘅工作單，所以先至會上門進行維修工作。嗰位雜工叫做 Jeremy， 29歲，佢最近啱啱離咗婚，有2個仔女，並冇任何犯罪記錄。巧合嘅係喺 Jenna 遇害嘅1個禮拜之後， Jeremy 就因為無故曠工而被解僱咗。與此同時，鑑證人員亦都喺證物度發現咗一啲線索。佢哋喺 Jenna 嘅指甲度發現咗男性嘅皮屑，
並喺 Jenna 嘅衫領度發現咗一滴血。經過檢測之後，呢兩組 DNA 同喺地氈上嘅血跡都係屬於同一個人㗎，亦即係話只要揾到 DNA 嘅主人，就可以將真兇繩之於法。於是鑑證人員將樣本輸入 Coded 數據庫，但係就冇揾到匹配嘅樣本。之後警方決定向3位嫌疑人 Spencer、Sean 同埋 Jeremy 索取 DNA 樣本。詭異嘅係，佢哋3個人都同時離開咗 Brian 市，不禁令警方懷疑佢哋係咪作賊心虛，所以畏罪潛逃。喺尋找佢哋下落嘅同時，警方亦都展開咗撒網行動，要求公寓嘅男住客同埋 Jenna 工作餐廳嘅男同事提供 DNA 樣本。有50個人自願提供咗 DNA 樣本，但係佢哋全部都同兇手嘅 DNA 唔吻合。之後警方喺 Spencer 父母嘅屋企度揾到咗佢。Spencer 表示喺 Jenna 遇害之後，佢非常傷心，所以先至會返到父母嘅身邊，尋求情感上嘅支持。佢表現得非常合作，對警方嘅問題有問必答。佢自願提供 DNA 樣本，亦都願意除衫俾警方影相，證明佢嘅身上並冇任何傷痕。檢測結果顯示佢同兇手嘅 DNA 唔吻合，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跟住警方又喺 Oklahoma 揾到咗鄰居 Sean， 佢表示因為當兵嘅哥哥咁啱放假返嚟，所以佢先至會返屋企探哥哥。Sean 亦都自願提供咗 DNA 樣本，比對結果亦都唔吻合，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幾個月之後，通過 Jeremy 前妻嘅幫忙，警方先至知道佢嘅下落。而前妻亦都同警方講咗一個重要嘅信息： Jeremy 係一個有暴力傾向嘅人。有一次佢哋發生咗爭執， Jeremy 竟然將佢推跌喺地下，跪坐喺佢嘅身上，並用雙手捏住佢條頸。聽到呢度之後，警方基本上已經肯定 Jeremy 就係兇手。於是警方即刻將 Jeremy 帶到警局問話，並搜查咗佢架車。佢哋喺車入邊揾到咗一部手提電腦，係 Jeremy 喺公寓度偷翻嚟噶。另外，佢哋仲喺車入邊揾到咗好多條公寓單位嘅鎖匙，相信 Jeremy 經常利用職務之便進入住客嘅單位進行偷竊。同前面嘅2位嫌疑人一樣， Jeremy 否認同案件有關，並自願提供咗 DNA 樣本。不過呢一次嘅結果就顯示 Jeremy 嘅 DNA 同兇手嘅 DNA 完全吻合，於是佢馬上被逮捕。被捕之後， Jeremy 表現得非常冷靜，並拒絕再同警方對話，所以佢嘅作案動機依然係一個謎。警方認為 Jeremy 第一次誤闖 Jenna 嘅公寓並唔係意外，可能係因為當時嘅目的冇達成，所以 Jeremy 決定再試多一次。由於 Jenna 同 Jeremy 嘅前妻生得有啲似，加上 Jeremy 當時同前妻因為離婚而鬧得好唔愉快，所以警方唔排除 Jeremy 將 Jenna 當咗係代罪羔羊，殺咗佢泄憤。不過警方亦都唔排除 Jeremy 可能係進入公寓偷竊嘅時候被 Jenna 發現，為咗唔俾 Jenna 告發佢，所以先至會殺人滅口。無論 Jeremy 嘅動機係乜嘢，可以肯定嘅係，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 Jenna 依然冇放棄反抗。佢抓傷咗 Jeremy， 迫使佢喺現場留低咗自己嘅 DNA， 最後令警方將佢繩之於法。2009年12月，喺案件開審嘅2個禮拜之前， Jeremy 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承認謀殺嘅控罪，以換取55年嘅刑期。2036年可以申請假釋。判刑之後， Jenna 嘅父母喺庭上表達咗自己嘅感受。Jenna 嘅媽媽表示 Jeremy 永遠都唔會明白佢對佢哋造成咗幾大嘅傷害，而 Jenna 嘅爸爸就對住 Jeremy 講，無論之後佢被轉到幾多間監獄，佢都願意親自去到監獄同獄長見面，話俾佢知 Jeremy 係一個幾咁可怕嘅禽獸，而佢亦都一定會出現喺 Jeremy 嘅假釋聽證會度，確保佢唔會被假釋出獄。案件塵埃落定之後， Jenna 嘅屋企人亦都對公寓嘅管理公司提出咗訴訟，指責佢哋冇認真處理 Jenna 對 Jeremy 嘅投訴，所以先至會釀成悲劇。但係公司就表示 Jeremy 係因為工作需要，
所以先至會隨時攜帶公寓嘅鎖匙。而 Jenna 嘅死亡並唔係因為佢哋嘅任何行為或者係疏忽而造成噶。不過網上嘅資料並冇提到呢場訴訟嘅最後結果。之後事發嘅公寓改咗名繼續出租，不過大家對佢嘅評價都唔好，並喺 Yelp 上邊留低咗好多負評。